狐狸猫全班去动物园校外教学，在大家自由活动前，生物老师将学习单发给同学们。各位同学，学习单请在今天下午5点集合之前完成哦。现在开始自由活动。解散后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边逛动物园，一边完成手中的学习单。走着走着，他们来到了伊兰羚羊的展区。狐狸猫看着介绍伊兰羚羊的解说板，疑惑地问：“什么是偶蹄目牛科？”那是代表伊兰羚羊所属的分类哦。咦，可是地球上的生物那么多，如果只用目跟科，有办法把所有生物都归类吗？当然没有办法啊！我打个比方，如果我只跟你说木栅动物园在台北市文山区，你会知道它在哪里吗？没办法耶，这个范围太大了。生物也是一样，需要更多更细的分类阶层，才能把它们归类清楚。那除了目与科，生物还有哪些分类阶层呢？生物的分类阶层有7个，由高到低，分别是界、门、纲、目、科、属、种。种是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，同种生物能在自然的情况下繁殖，生出具有生殖能力的后代。另外，如果2种生物在较低的分类阶层仍然相同，代表它们的亲缘关系很接近。以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家犬为例，它们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、哺乳纲、食肉目、犬科犬属。而郊狼也属于犬属，所以郊狼和家犬的亲缘关系很接近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感觉生物的分类阶层就像是地球、国家、县市、乡镇、市区、路、巷、号，由大到小一层一层的。咦，如果界就像是地球的话，地球只有1颗，界也只有1个吗？这个问题难倒了小树蛙，于是他们一起去找生物老师解惑。下列选项中，何者所描述的生物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 ？A. 同目不同科的生物 ；B. 同门不同纲的生物 ；C. 同属不同种的生物 ；D. 同界不同门的生物。正确答案为 C。狐狸猫与小树蛙在动物园入口找到老师后，他们问了老师有关界的问题。老师，生物分类中的界是不是只有1个动物界啊？当然不止喽，生物的分类系统很多。以5界分类系统为例，分成原核生物界、原生生物界、真菌界、植物界和动物界。人类所属的动物界没有细胞壁与叶绿体，需摄食才能获得养分。树木属于植物界的一员，植物界的生物具有细胞壁，大多有叶绿体，可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。料理中的菇类则属于真菌界，它们有细胞壁，但没有叶绿体，需分泌酵素至体外，分解养分后再吸收。另外，像是变形虫、藻类与黏菌，它们获得养分的方式分别类似动物、植物与真菌，不过它们构造较简单，是原生生物界的成员。那细菌呢？细菌是不是真菌界的成员？不是哦，细菌属于原核生物界，它们没有细胞核与膜状胞器，是5界生物中最原始的一群。咦？是不是除了原核生物界以外，其他界的生物皆有细胞核啊？狐狸猫问得很好哦。的确，原核生物界以外的生物皆有细胞核与膜状胞器，因此我们也称这些生物为真核生物。下列关于5界生物的叙述，何者正确 ？A. 植物界的所有生物都可以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。B.
动物界的生物必须摄食以获得养分。C. 原核生物界的生物具有细胞核。D. 黏菌属于真菌界。正确答案为 B。生物的分类阶层有7层，由高至低，依序为界、门、纲、目、科、属、种。种为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，同种生物在自然情况下能生出具生殖能力的后代。生物可以分成5界，分别为原核生物界、原生生物界、真菌界、植物界和动物界。除了原核生物界，其他4界的生物皆具有细胞核与膜状胞器，故称为真核生物。了解生物的分类后，同学们可以想想，生物是以什么为标准来进行分类的呢？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，欢迎留言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